认真攻略，从不漏球啊！大家好，我是琉璃。暗黑4的 S7 赛季将在明天的凌晨开启。新赛季琉璃呢准备用死灵的纯招进行开荒，然后再根据威能和暗金的掉落情况换成血槽。所以这期视频我会为你带来这两个玩法的前期构筑以及一些开荒阶段的注意事项。那么首先呢是最经典的召唤死灵体系啊，这个体系在 S7 赛季中也得到了不少的补强。就除了对召唤体系增伤的优化以及对赛季专属的巫术技能的加强之外呢，王者大军还新增了一个根据骷髅和骷髅法师增伤来得到额外增益的效果。在开荒的中期配合终极技能威能，它的输出也不低。不过在前期我们还是要走主召唤物的输出体系，输出主力呢由傀儡跟骷髅法师担当，大军只配合威能和技能来提供爆发的增益。关于纯招的开荒构筑就参考暗黑和秋叶的 BD 就好了。我们前期用这一套在猎头区域里挂着打基因和密语荆棘就行。注意，死灵下赛季依旧是可以通过开局刷埃尔多之灵和无面圣所来解锁控师和不屈指挥官这两个前期特别实用的开荒威能。你可以考虑最开始呢就先把这两个地下城刷了，威能打在项链戒指上，再去正常的开荒。当然，你要是觉得自己的脸白，也可以直接刷绿潮来开荒。前期的开荒阶段有条件的话，你可以给你的召唤死灵带一个朗朗符文，这个符文现在召唤的朗朗是可以享受我们堆积的各种召唤物增伤威能的，而且它的攻击还能触发异伤跟冻结。赛季的巫术技能建议你前期解锁了啥就用啥，中期技能解锁的差不多了就换成屏幕中这套组合。其中呢，虹吸加光环专精加生长的周易在前期特别高，有回血有爆伤，还能在开大之后征服召唤物。另外两个技能就比较自由了，在折磨2之前最好用的可能是灵魂链接，这个技能在 PTR 中的伤害非常高，暗金的巫术你就解锁哪个用哪个，有的选了之后呢，带巨怪的食人鱼会好一些。新赛季的暴雪是优化了职业任务的机制，死灵30级左右不做任务也能解锁傀儡，这个时候呢，王者大军也肯定解锁了。接下来就是在绿潮快乐逛街到60级就好了。这个区域的战斗环境，琉璃之前的视频里已经详就说过了。简单点说，就是你附近的人越多，怪就越多，战斗体验非常好，而且掉落也非常多。不过想要在这里刷的畅快的话，一个稳定的网络环境就很重要了。这里琉璃推荐你使用迅游加速器，它的加速稳定，效果就跟丝袜一样丝滑。如果你之前没有用过这个加速器，可以在它的客户端主页输入口令暗号漏球琉璃，白嫖到3天的加速时长。试用之后觉得好用再续费啊。除了加速游戏之外，迅游还内置了不少妙妙工具，比如这个内置的祭坛寻路功能，就能帮助小号来快速寻找祭坛以及查找各种事件的刷新区域。你还能用它一键在游戏内打开暗黑盒，免去切屏查看攻略的烦恼，操作也更加方便轻松。用召唤过渡了前期后，在中期呢，建议跟琉璃一样转生成很可能是这赛季最强的冲程玩法血槽来进行攻坚。转换玩卡之前呢，别忘了军械库留一套召唤，它刷赛季猎头区域的安静程度可能会比血槽要高。到时候呢，我们用血槽冲程打 BOSS， 刷其他区域再换回召唤就行了。血槽的构筑可以参考屏幕中这套。需要注意的是，根据环境不同呢，你可以对技能还有装备进行一定的更换。比如说你觉得自己前期坚韧有压力，那么就可以不带鲜蕊变身，把诅咒光环打在裤子上，然后多带一个减伤用的硬化白骨。此外呢，血槽它是一个比较吃威能的玩法，我建议你最少有了迅血加潮汐威能，然后还有了暗金裤子，再从召唤转型过来。前期装备差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在装备上找过多的冷却，然后呢，项链和戒指也要回火终极技能冷却，才能玩得比较流畅。这个玩法在新版本中得到的强化是非常多的，不管是赛季的巫术技能还是新增的威能都非常合拍。暴雪还为它量身定做了一个专属的暗金裤子。除此之外呢，还有大量的额外增伤，比如拉斯玛之力就无条件附加了120的独立增伤，传节点的增伤也加强到了 2.5 倍，纯粹的努力跟汗水没有一点素质。这就导致中后期成型之后，我们靠着拉斯玛的必定压制丢出去的血槽是可以造成极高的伤害的。而且呢，由于血槽本身也是可以铲球来刷拉斯玛的，所以后期冲程阶段基本上我们就可以做到2-3秒的内置冷却转完了，就能丢一发必定压制的高伤害血槽进行输出。潮汐威能在 S7 赛季也进行了改动，虽然它新增了一个波次结束之前无法再次释放血槽的负面效果，但在前期呢，增伤系数被拉到了一个威能接近10倍。血血威能则可以通过刷铁宝来获取低保，有了它之后，我们就可以靠吃血球来刷血槽的冷却了。有潮汐威能的情况之下，一轮血槽可以产18个球，配合我们前期装备回火的减冷却和暗金裤子，我们丢完血槽上去捡东西的时候呢，顺便吃血球，就可以把下一个血槽的冷却还有我们拉斯玛的压制都刷好了。赛季新增的血槽暗金裤子也是我们构筑的核心，它除了本身的属性非常贴合血槽之外，还能让血槽的波从把敌人冲远变成把敌人夹到中心打满伤害。S7 PTR 结束之后，这个裤子还得到了加强，现在它血槽的双倍伤害的基础几率应该是37左右，今早强化的时候尽量命中这个双倍就好了。琉璃构筑里的戒指空位，你可以放 S7 赛季新增了2个征服终极技能用的威能，虽然他们都被削弱了一波，但是强度还是在线的。前期冷却不够的情况下呢，优先考虑这个能增加血槽等级并且增伤的威能，后期冲程再考虑进行其他的威能更换就行了。
A7赛季中死灵还新增了一些回火配方，血槽的武器我建议你回火泰坦陨灭或者定局这2个高增伤的被动， PTR 内强化满洲他们是可以加12级的，让这2个被动提升接近翻倍的伤害。如果前期没有这个图纸，你可以先回火血槽双倍伤害，注意啊，跟裤子加在一起有100%就够了。在转型血槽的时候呢，一般已经在折磨4左右了，这个时候你是可以开始考虑巫术技能以及玄奥宝石的搭配。我这里推荐你使用密语妖术、虹吸光环、灵魂收割、清洗之处、灿灵的技能组合。暗金巫术技能推荐带食人鱼来进行聚怪。那以上这2个技能需要跟玄奥宝石来进行配合，比如说虹吸光环就是用来触发星辰之声的。这枚宝石的效果就是有生效的光环灵气时，终极技能拥有的所有巫术技能标签啊，这样子我们的血槽就能吃到清洗之处的增伤，还能配合灿灵来自动挂以上的效果了。秘密妖术呢，则用于凑沼泽之友的效果，以及对敌人施加妖术来确保血槽可以额外享受到幻影丝线的增伤。当然，这套构筑呢也只是 PTR 期间琉璃的配置，正师傅可能在后期还有其他的技能宝石的搭配，不过用来在前期进行开荒和攻坚问题肯定不大。正师傅开了呢，根据琉璃的开荒进度，也会再进行血槽构筑的一些针对性更新。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可以对你的开荒有所帮助。我是琉璃，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